最近有个事儿在外媒上简直炸了锅了。马斯克在自己的 X 上转发了一个视频，一个字都没有，主打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是个啥视频呢？在咱们中国重庆的群山深处40根几十米高的巨型树形钢柱就像原始森林一样拔地而起，1.65万吨重的钢铁屋顶应声被液压机给举到了57米的高空啊！这就是咱们刚刚落成的重庆东站。马斯克虽然没说话，但架不住粉丝疯狂脑补呀。短短6个小时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直接飙破了2000万。10几个小时一过4125万次的播放量赫然挂在上面。全世界的网友尤其是那帮平时眼高于顶的欧美老外，看完之后全蒙圈了。为什么蒙啊？因为在这场全球围观的背后，是西方国家深深的无力感，更是某几个天天做梦都想超越中国的国家发自内心的焦虑和破防。咱们现在捋一捋这个时间线你就能明白马斯克这波操作有多诛心了。5月18号，特朗普刚结束访华，马斯克作为随行的商界大佬前脚刚跟着专机回到美国，后脚就在网上甩出这条视频。果不其然，马斯克的评论区直接沦陷了，美国网友们开启了疯狂的自我拷问模式刷了几十屏的留言。总结起来吧，就一句话：凭什么人家行，咱们就不行啊？有个加州的网友直接破口大骂，洛杉矶到旧金山那条破高铁修了快20年了，那光是律师费和听证会花多少钱，都够人家修3个火车站了。咱们到现在还在为几只保护动物的栖息地扯皮。还有个网友更损兄弟们，美国现在连在社区门口修个残疾人无障碍斜坡都得开3年的社区听证会，人家中国人倒好，直接把一座大山给掏空了，塞进一个火车站隔着屏幕你都能闻到美国网友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绝望。但是各位你以为最先坐不住是美国人吗？草率了。就在马斯克发完视频的第3天，也就是5月21号，有一个国家的媒体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跳出来发了一篇长篇大论。谁呀？那必须是印度呀。这印度最权威的今日印度杂志网站直接甩出了一篇标题硬到硌牙的报道：中国如何用机器人军团在短短38个月内建成世界最大的火车站。整篇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把马斯克转发视频的细节描绘的绘声绘色，字里行间那股子酸味惊叹味还有那股子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绪，简直快从屏幕里溢出来了。那为什么印度媒体反应这么大呢？这个事咱得掰开揉碎了细品。印度那可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存在，在他们的字典里，印度制造那就是要吊打全球的呀。他们一直把自己当成下一个中国，甚至觉得早就超越了中国。但是现实呢，往往就是这么啪啪打脸呀。咱们就拿他们心心念念的印度第一高铁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来说，这条全长才508公里的铁路线2017年就热闹到开工了。那当时三哥拍着胸脯保证2022年绝对通车，结果呢，现在都2026年了，快10年过去了，你别说通车了有些路段连征地都没搞完。今天这帮村民抗议明天哪个帮长不签字孟买机场想扩建一下，反反复复折腾了8年，最后成了一个笑话。那再看咱们的重庆东站，从打下第一根桩到通车运营，总共花多长时间？38个月。而且各位注意这个不是在平原上摊大饼，这可是在重庆重庆是什么地方？那可是魔幻的8地山城整个东站的项目工地处在一个巨大的草谷地带，高低落差极大，简直就像是在一个盆里面搞微雕。4万名建筑工人，2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36.6万吨的钢材，这些冰冷的数字砸在印度媒体脸上，那就是一场最残忍的现实压力测试。他们盯着这个视频看的可不是什么新鲜热闹，看的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他们自己那拖沓低效烂泥扶不上墙的基建底子。其实那不仅是印度破防，整个西方媒体都沉默了。为啥呀？因为在搞基建这件事上，欧美国家现在已经烂到根上了。那不信呢，咱们就拿几组他们自己媒体报出来的数字对比一下看看美国的加州高铁规划到现在18年了，预算超支了1260亿美元
1260亿啊！打水漂还能听个响呢，他们连个车轱辘都没造出来。那再看看德国人，平时是吹嘘什么严谨啦、工匠精神啦，结果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生生延期了14年才勉强投入使用，熬死了一批又一批的工程师呀。还有号称老牌帝国的英国，搞个 HS2 高铁，从2017年开工到现在这进度呢是一拖再拖。预算从最初的420亿英镑，跟吹气球一样膨胀到了1060亿英镑，最后居然宣布部分路段我不修了，烂尾了。这就叫爷爷立项，孙子通车呀。那一边呢是欧美几十个国家几十年磨不出一座超级枢纽，一边是中国38个月在深山老林里把全球最大火车站给硬生生砸了出来。这种鲜明的对比你让那些天天把民主效率挂在嘴边的西方媒体怎么写根本没法写。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跳出来抬杠了。哎呀，中国就是靠人海战术，38个月肯定是抢工期，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肯定不行。说这种话的人那是真不了解现在的中国基建。我告诉你们，重庆东站不仅不是瞎糊弄，它简直是一座卷到骨头缝里的超级工程。咱们先看体量，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大伙儿对这个数字可能没啥概念这么说吧，相当于170个标准足球场叠在一起，像什么日本东京站、法国巴黎北站、美国纽约中央车站，这些全球闻名的老牌枢纽，在重庆东站面前那都袖珍的像个大号的模型玩具。它内部是8层立体结构，3场15台29线，设计远期年旅客发送量是5500万人次。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天要把15万人吞进去吐出来，还能保证井然有序。但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真正让印度惊掉下巴，让老美后背发凉的是咱们的建造方式。铺混凝土的时候，咱们上的是地面整形军团，靠的是高精度的激光定位系统，硬是把几万平米混凝土的平整度误差给死死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更绝的是啥？重庆的夏天大家都知道火炉动辄40度高温，这钢筋在太阳底下晒能煎鸡蛋，这是纯靠人工连续作业，大老爷们也扛不住中暑呀。但是机器人怕热吗？它只要有电它能干到你破产。那有了这帮高温救星，人工成本直接降到了40%，施工效率原地起飞，提升了3到4倍整体工期硬生生缩短70%。中铁建设的项目经理说句大实话机器人能替代人在40度的高温下干活，就是这句大白话把咱们中国基建那种科技狠活的松弛度展现是淋漓尽致还没完呢，重庆东站不光是造得快它还造得绝。候车大厅里那40根巨型的竖形柱，最高的一根有41米，外表面是怎么包的？是用近1000块只有3毫米厚的不锈钢板拼接起来的。而且这还不是平面的每一块形状它都不一样，全都是用那种极其复杂的不规则的曲面。就这种变态级别的施工要求咱们愣是把拼接误差控制在了2毫米以内。这是目前世界首例的超高超大多曲面竖形柱，这背后是对整个重工业和精密制造业生态的恐怖控制力咱们的设计师硬是把浪漫玩到了极致，他们把火车站变成了一片钢铁森林。候车大厅上面开了9个1600平方米的采光天窗，那阳光一打整个大厅亮堂的像个水晶宫大厅里还有5座山茶花造型的岛式空调，4米高，360度无死角的环流送风，一年下来能省下38万度电相当于少排了300吨二氧化碳。这哪是火车站这分明是把科幻电影里的未来城市给搬到了现实中。而且这重庆东站还藏着一个颠覆性的杀手锏，桥建合一。这词听着专业，我给翻译一下就是把这个桥盖在建筑里面。咱们把高铁站场直接改成高架桥的形式，下面空出来的地方干嘛呢？建配套枢纽。就这么一个操作直接凭空变出了55.6万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那不仅少占了20万平方米的土地，还把地下8层、地上8层彻底打通。
那你不管是坐高铁、坐地铁，还是倒公交、打出租、换长途大巴，所有的交通方式5分钟之内无缝换乘。兄弟们，这才是真正的立体城市呀！这才是中国基建真正的护城河呀！它不仅是快它是快、精、省、绝。这玩意儿是你用几张 PPT 画出来的吗？是你在国际市场上买几个盾构机就能模仿出来的吗？根本不可能。那聊到这儿，大伙儿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啊？那为什么偏偏是重庆东站？我给大家把话挑明了这个事儿的本质根本就不是机器人有多牛。机器人谁没有德国的机械臂日本的4伏电机，美国的波士顿动力，论单点技术人家也有厉害的。但是你要在38个月的时间里，在一个山沟沟里把4万名工人、几十种不同的机器人、200万方混凝土、36.6万吨钢材像齿轮一样丝丝入扣的捏合在一起，中途还不能出半点岔子，这种恐怖的系统组织能力放眼现在的地球村除了咱们中国一个能打都没有。这就跟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生态一样，印度人为什么造不出好飞机，修不好高铁？美国人为什么一条铁路修18年因为他们缺乏一个超级规模国家真正的组织优势。咱们是一张蓝图绘制到底，一套规划干到底，一个目标盯到底。老美呢，还是层层听证，层层否决，层层扯皮。一条铁路的预算从州政府到承包商，再到环保组织每一层都要扒一层皮，最后全进了利益集团的腰包。工程烂到地上无人问津，这是什么？这是制度的降维打击这是发展逻辑的碾压。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马斯克那个零文字转发。老马是个聪明人，他2018年就见识过咱们中国工人9小时改造火车站的视频。当时他就感叹中国基建比美国快100倍。这次他不说话，是因为他彻底服气了。他是在用沉默告诉那些还在做梦的美国政客，别跟中国比基建了，洗洗睡吧。